所以最近有人说，尤其大陆上面说那个大松大柔是杨氏太极拳的这个最大的毛病，最大的缺点啊，说大松大柔里面就空掉了嘛，就没有东西了嘛。他不了解为什么说大松大柔，什么叫做大松，什么叫做大柔？一般人的松，你说我就松了，我就不用力了，你做不到大，你做不到大，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的松紧之间的那个差别是很小的，是很小的。我叫你放松，再放松，再放松，你能做出来的只是这么一点点，你就认为你放松了吗？你能做到放松，你做不到大松。大松是什么？大松是从前面有力的，从刚转化成柔，它那个刚到柔之间的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你才能做到大松。由大紧到大松，你有大紧才能做到大松。所以你必须要有前面这个阶段，你才能去讲那个大松大柔所以我以前讲过嘛，练外家拳的，练所谓外家拳的，他是从头开始练拳，练了一半就停了。练所谓内家拳的，他是从一半开始练。那我练外家拳，我从开始练到一半停了，我还会有成就嘛？我练力，我练刚，我练什么？起码我有0到，比方讲整个过程是10，我从0到5，我有0到5的成就啊，因为它是从0根基开始的，到5我不往前走了，我就到这边了，我就练快，我练硬，我练这个，我就到这边可以。可是你从一半往10走，你从5往10走的时候，你没有前面1到5啊，所以你后面是什么？你后面是空的，你后面是不稳的，因为你没有那个根了嘛。所以如果说有内家拳的话，内家拳的发展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从前面0到5的这个过程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不能把它们切开看，不能把它们两个切开看，他们是在整个中国武术，他们是延续的，是一个以一个为根基，这样子发展出来的，它不是创造出来的。武术这种东西在中国发展这么久，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延续慢慢发展出来的，一定不是创造出来的。你说我看到螳螂在那边捕东西，我就发明一个螳螂拳吗？你没有根基，你根本那个螳螂那个动作不会给你启发嘛。你一定有前面练过的根基，对身体的操控，对武术的观念。你看到螳螂那个动作，你开悟，你悟到了它跟武术是有关的，你才能借鉴螳螂嘛，发展出螳螂拳嘛。所以螳螂拳它不是从0来的，一拍脑袋就出来螳螂拳了，不是的，听不懂？所以中国武术里面每一个拳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前面的拳慢慢过来的，只是说他自己成一个宗师了，成一派了以后，他不提他以前的了。他的前面是哪个武术？是什么？他的前面所有的都是从长拳就是所谓的少林拳，它是最根基的，中国武术里面最根基的，不管是南派还是北派。
啊，都是从以它为根基，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根基是那个。那少林拳、长拳是练什么？你们有练过的就知道嘛。长拳一开始最重要是什么？就练结构嘛，练桩啊，练弹跳啊，练身体的一些速度啊，力量啊，是不是正确的结构啊，发力方式啊？它是一开始是练这些东西的嘛？那这些是什么？而且它是以正为基础来练的。我讲它所有的都是以正，姿势的正，出手的正，都是以正的姿势结构跟观念来练的。然后后面才是什么？从这个正里面产生出变化来。所以我说你要把中国武术看成是一派。中国武术整个是一派，因为它没有被切割，你不可能把它切割开，你能够了解这一派。晓得吗？就像现在很多的争论一样嘛，争论太极拳怎么样，陈家怎么样，杨家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你是把它切开来看嘛，你把它切开看的嘛。你切开看的时候，你就讨论不出来，因为每一个都相冲突嘛。就像一棵树嘛，这棵树上的枝子或花跟另外一个枝上的花在那边吵架嘛，谁开的比较对嘛？不是啊，你如果知道是在同一棵树开出来的，就大家就知道来源跟你为什么会产生。我这边的风比较强，所以我变成这样。我这边的太阳光比较多，所以我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要把中国武术当成一派来看。听不懂？就算是太极拳，现在分那么多，很多都在吵，到底谁正统啊，谁对啊，谁错啊？不对的，它都是发展，每一个派别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它产生的。那它只要是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就对。那什么是错？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创造出来的，它就是错的。就好像竞赛武术对我们来讲是错的，不能对我们来讲是错的，对他来讲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出来的，他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另外一个目的，他的标准是另外一种标准。所以实际上他是借中国武术的壳，可是他已经不是中国武术那个定义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它是错的，那对他竞赛来讲它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东西没有办法去那样子做竞赛。听不懂？所以要这样子看，就我们讲对错的时候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标准来讲那个对跟错。听不懂？从你那个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带你们练的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回到什么？你都要认为我们是在什么？是在如何运用活动关节，如何运用筋。那它分阶段的，你还没有到放下肌肉的时候，你不可能讲筋的，你不可能有筋。我带了一个我给中国文化里面发展出来的东西，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的根基的东西，什么是根基的东西？比方道家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根基的东西。这个五行啊、气啊、阴阳啊这种观念，柔啊、刚啊这种东西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根基。所以从这个文化发展出来的东西脱离不了这个。不是中国武术一定要这样子，是当时的人，就算是一个农夫好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讲话出来也会有阴阳啊、什么五行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就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观念里去的。这个东西，在中国武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渗入到武术里去。不管是用这个来解释武术，还是把这个东西融合到武术里去，这是自然的现象然后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的特性安土重迁，以防御为主，这些东西也是自然会在中国武术里面呈现出来这种民族的特色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到这些地方。那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现在流行的是西方的武术，它的差别不是在技法，它的差别是在背后的思维，它是在背后的思维因为他们是游牧或者以海为主，是这个样子的民族。那当然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发展重点跟东方这种重土性的所谓的大陆的民族跟海洋的民族本身在思维上面就是有差别的嘛，所以他们的攻击性比较强，他们注重对外的发展所以现在流行的东西是根据那个思维出来的。那中国武术是根据这个大陆型的文化、农业型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它本来就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你说他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比方武术来讲，能不能在一起对抗？可以，但是规则必须两个坐下来商量，不能用海洋型的那个规则来要求大陆型的农业社会的人要遵循你那个规则玩。那现在就是我们是遵循他们定的规则玩嘛，所以你赢的机会就很小那更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改变了去适应它，那就是自己根就没有了。你要问什么？老师，Russia 的 systema 也会比较像一点东方一点，比较像一点，你对，因为苏俄他们基本上也是属于大陆型的，他们也是以农为主的我们把它形容成熊嘛我有一次去参加 Systema 一个国外来的一个老师的那个seminar， 也不是 seminar 了，对，一个短时间的 seminar， 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 Systema 是俄罗斯那个时期那个发展出来的吗？俄国文化里面发展出来的吗？我说好像俄国文化里面没有这种柔的或者这样的东西啊。他说俄国文化就像那个套娃，俄国那个套娃，你外面看到是你拿一层还是一层真正俄国的文化里面深层的部分是很细腻的，
是很柔的，是很情感的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高，因为没有这个的话，俄国不可能出那么多的文学家，很大的音乐家、画家，是不是？俄国早年有很多这种世界级的，是不是？啊，那如果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如果都是粗暴的文化的话，它不可能发展出那么细腻的艺术啊、音乐啊、文学嘛，啊，同意吗？啊？发现俄罗斯也是跟中国一样，现在很多啊，对自己的根源的东西啊，根源的东西都不了解了，哎啊。